爸妈哥姐，等我。没死，不对，这是哪儿？这枷锁，臭鸡蛋味儿！杀了他！两强民女的畜生！连赈灾款都贪，如何你不配为太子？我也叫李慕河，我是太子。这具身体到底干了多少坏事？等一下，那是……既然我重生在这个暴君身上，我就得活下去。这个太子恶贯满盈，朝臣都要他死。我如果不杀他，皇位难保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只有一个人，我必须恨。李慕河，朕给过你机会，是你自寻死路，斩！爸妈都死了，算了，我也死在这儿。不对，如果我死了，谁给他们扫墓？我得活下去。这种人渣死得好，这个祸根终于要断了。皇上，你不能杀我！死到临头还想求饶？我把那30万2白银藏在了只有我知道的地方，杀了我，大周的国库就彻底空了。慢着，带过来，朕亲自审问。如今国库空虚，河堤崩塌，尔等竟还感叹赃枉法，置百姓于不顾。李慕河，朕问你，那些修敌的银子究竟都进了谁的口袋？那封密信究竟被你藏到了哪里？陛下开恩，微臣对朝廷忠心耿耿，绝不该有半点私心啊！臣真的不知道，皇上明鉴，臣绝不敢有半句虚言。他若不死，本宫这凤位怕是也坐不稳了。告诉太医，准备1碗清心汤，本宫要亲自给李大人送去。陛下息怒，臣妾见陛下彻夜操劳，特意备了汤药，也请李大人一同服下，定定心神。这汤不对劲，他的眼神，他想要我的命。大人不必害怕，这可是本宫的一番心意，趁热喝了吧。有毒！这汤里有毒！风言风语，已奏皇上，逆贼李慕河的余党全部落网，密信已毁。毁了，带下去，严加审问。朕要让所有人知道探墨的下场。全完了，这深宫之中根本没有活路。以前二哥虽然练散打，总拿我当沙袋，好歹还会留口气。眼前这个统领，他是真的想把我拆了。万方阁是死无对证，既然你说不出钱在哪儿，那我就按照军法，先挑断你的手筋，看你的嘴硬还是我的刀硬。这种蛀虫，多活1秒都是对大周将士的羞辱。在这个律法混乱的朝代，只有绝对的逻辑才能立足。太子谭墨案漏洞百出，我必须亲自将他定罪，才能彻底肃清朝纲。李统领，父皇有令，太子的案子移交监察司，在吐出银子下落前，他不能死，更不能残。根据大周律例，贪污赈灾款30万两，足以灭9族。但在你的公词里，你说是贵妃指使。是他。胡说！贵妃母族世代清流，且案发当天她正在礼佛，你的证词在逻辑上完全不能自洽。如果你想以此脱罪，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是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这压迫感，跟我那当金牌律师的亲姐一模一样。他看我的眼神不是在看弟弟，是在看一个必须关到死刑舱的罪犯。看看这张地契，上面的字迹虽然模仿了你，但落款的金和金字，最后一笔习惯性代沟，这是典型的金无体。等等，你说字迹不对，也就是说，有人伪造了我的签字。对，现代法律思维。既然我不知道钱在哪儿，我就先证明证据是假的。这逆子竟然懂得反驳为证，有点意思。还没死，看来要量得加重了。若是敢耍长姐，我会亲手拧断他的脖子。
这废物太子贪了30万两军饷，害得我手下兄弟吃糠咽菜。在这个世界，我想活下去就得抓牢兵权，这头名状就拿太子的命来填。太子既然说不出银子下落，定是骨头太硬。全军听令，待他跑完障碍全城，掉队者乱棍打死。遵命。这跑步节奏，这障碍设置，怎么这么像我哥那个健身狂搞的？魔鬼训练周，2平1护，核心收紧。他刚才那个动作，不是大周任何一种武功的起手式。那个起跳角度是现代搏击的爆发力发力点。他只是个古代废柴。父皇那边已经等得不耐烦了。长姐，这太子有点古怪，他居然知道热身和拉伸。魂穿3天，我想通了。这个太子是皇后的嫡子，他不死，我就永远被捆在外戚集团的战车上等死。我是中医教授，杀人可以不留血迹。和儿在军营受苦了，这是母后为你调制的，补药。这味道，丁香、薄荷，还有一股浓郁的葡萄糖酸钙的味道。妈耶，这哪是补药，这是实验室的生化汤！母后，儿臣对这种重复维生素过敏，真的喝不了。维生素这种词，大周怎么会？他在说什么鬼话？喝下去，我就用这根长针扎进你的百会穴。化学方程式？难道这宫里还有别的穿越者？今日为烈，谁能许下白狼首级，30万两银子的案子就由谁主审。这哪是猎狼，这是要猎我！那是我教小弟的私家防身术。这大周朝只能有一个人说了算。不喝不想挂科，我还没过英语4级啊！救命啊！挂科？4级？这是说，挂在树上，死定了。皇兄，父皇今晚请你吃断头饭，那盘红彤彤的毒虫，可是父皇亲手为你挑的。红彤彤的毒虫，难道是？
朕今日偶得一国美食，须去头伯壳方得精髓。众位，动快吧！我操，是马小，这熟悉的香料味儿，这老头真是暴君，他怎么会做这个？难道他想毒死我？这不是我实验室隔壁那家张氏龙虾的味道吗？不对，李景洪，这个暴君怎么会剥虾？难道他在钓鱼执法？大周律例从未记载此类食物，这是概率学上的陷阱，我绝不能先动手。这玩意儿剥开之后，那肉感跟我特种兵野外生存吃的虫子完全不是一个档次，好怀念啊！怎么没人敢吃？太子，你不是说你死都不怕吗？死就死，饱死鬼！李景洪，你纵容太子谭墨，又在太庙吃妖物，这大周江山该易主了。这大殿已被我封死，禁军远在城外。李统领，你若倒戈，朕封你做王。封王？老子以前可是特种兵教练，最烦这种搞职场背刺的。皇后小心身后！这具身体虽然柔弱，但我那针灸麻醉的死穴点，没人比我更懂解剖学。二弟，正前方3点钟方向，那是建筑承重墙，击碎它，房梁会塌掉一半，压死他们。3点钟方向，这种战术术语，他怎么知道？这群叛军的心理素质太差，只要杀掉那个领头的，他们立刻就会溃败。就全家一起江山陪葬吧！动不了，该死的，快走啊！我还没过4级。救命啊！4级。何儿，李慕河，你憨货，你还想删搜索记录吗？老子找你找得快疯了！李慕河，老子是李景洪。我还以为你们都死在那场车祸里了。妈，别哭了。你们在说什么胡话？什么4级？李慕谦，去把这群坏学生给老子清理了。老二，别弄死太快，妈还没试验完我新配的古代版催泪瓦斯。既然咱们全家都齐了，全家联手，且看我如何血洗朝堂。皇上，太庙之乱，二皇子虽已佛住，但太子失德，引诱皇子相残之名，已遍传京城。若不废除太子，以平民愤，大周社稷难安。这老狐狸想趁我刚稳住禁军，先断我后路。众爱卿也是这个意思。父皇，儿臣无能，让二哥误入歧途。赵太傅说的对，儿臣愿去守皇陵，为大周祈福。父皇，既然他想去皇陵，不如将京郊的巡防营
也一并交由儿臣监管，免得太子受惊。这对姐弟往日水火不容，今日长公主抢权如此急迫，看来太子是真的垮了。荷儿，这出苦肉计演得不错。赵太傅已经上钩，他以为你们姐弟失和，定会去拉拢昭儿。爸，禁军李赵太傅的死衷我已经查清了，但我们要动他，得先拿到那份私兵名册。名册在赵府密室。荷儿，既然你要去皇陵，那就顺便在路上消失几天。皇后娘娘，外头都说太子是妖孽转世，才会引得骨肉相残。娘娘这凤座，贵妃入宫3年，这宫里的女节怕是还没读透。来人，将赵贵妃这几日的开销账目拿来。按大周组制，贵妃月俸白银50两。可你宫里上月的香料、绫罗折银竟达3000两，赵贵妃，你这些银钱是家里贴补的。赵大人身为首辅，年俸不过1000石，贴补你3000两，那是挪用了国库的修桥银。查封所有私铺。二哥说的对，只要我死一次，赵太傅才会露出草。太子遇刺失踪，太子已亡，国本动摇，请肃立3皇子为储君。朕上在位，还复变，等不及了。就在这儿。赵太傅，你要立的不是储君，是这大周的卖身契。这份盟约上的私印，太傅可还认得？一派胡言，此乃伪造。印章是假，但庶弟钱庄30万两私银却是真的。爸妈，这第一关咱们算是过了。盟约显示大周危机不在京城，而在南境，咱们只能在这儿打出真正的江山。赵太傅多疑，若我真是他的同谋，他会留下这名字，作为拿捏我的死证。如今抹去，只有一种可能，他在帮真正的同谋掩护，顺便离间我们父女。我查了南境使团3年前入京的起居注，那天大姐在皇家猎场中昏迷了整整3日。这份盟约的签署日期，恰好就在那3天里。皇上，你以为杀了一个老臣，这京城就干净了？长公主在南京经营多年，那名字是谁？您心里不清楚吗？朕若信你，大周便真的乱了。朕今日来，是想告诉你，
那份盟约，朕早已派人写了一份，谁跳出来认领，谁就是你真正的主子。大周律有云：毁坏御笔盟约者。这位公公，你是想替南靖王灭口，还是想替你家二皇子残不脱身？原来那个涂黑的名字并非李慕昭，而是为了保护二皇子最后的血脉而设下的离间计。大姐引蛇出洞，成功洗清嫌疑。皇上，实乃天灾，京城100万人口，若无南粮，怕是熬不过这个冬日。南靖王这是喜欢奇货可居，他们断了南粮，却让京城的私人粮商疯狂囤积。妈，咱们官仓里那些陈年陈粮能不能派上用场？只要按我的古法，利用酒枣熏蒸，再配以石灰干燥，陈粮亦可去霉。荷儿，你去联系那些听话的小粮商，咱们玩场大的。我会发布监察公告，声称朝廷已从北境调集100万精米，3日后入京，粮价将强制压至30%。我会带兵在官道上制造大军护粮的假象。好，只要特使以为咱们真有粮，他为了保本，一定会抢在北粮入京前，把自己囤积的粮全部抛售。足够京城百姓吃上1年了。此乃南境特产之沉香，愿献给陛下，祈愿两地永好。小王爷远道而来，此菜乃父皇亲赐，请务必品尝。微臣自有乳素，便用荤。这沉香中的猫腻，真当本宫看不出吗？放肆！南境竟敢在朕面前玩这种花招！拿下！这不是南境的兵符，这是京城巡防营的副印。南靖王在京城，还有一位位极人臣的内应。我的副印被换了。陛下，巡防营哗变，请陛下收回兵权。巡防营关乎京城安危，副印却出现在南境反贼身上，此乃死罪，请皇上夺其兵权，交由老臣代管。定国将军李慕前，御下不严，兵符遗失，即刻起收回齐晋军统领印信，押入慎刑司受审。巡防营交由周副将代掌。那位刚才在殿上，那是演给他们看的。那副印你是贴身收着的，除了咱家人，谁能近你的身？那晚家宴，我唯一一次离身，是去偏殿更衣。当时带路的是母后身边的老内侍。我也查过了，那晚更衣偏殿的香炉里加了失心草，
能让人产生半刻钟的幻觉。复印这种东西，南靖王拿了没用，除非他能在京城瞬间调动巡防营反水。荷儿，你去查州副将。明日午时，只要长公主出巡，我就在官道上设伏，来一场意外。况且，有必让长公主立命在此，再加祸给南境余孽。周副将刚才在官道上袭杀本宫，诸位大人觉得这是南境的旨意，还是他手中的复印让他失了神智？长公主不是在车架里吗？那是本宫的一场演习，按大周律，先斩后奏。此时太子已带兵收网了。李不贤。你不是被关在水牢吗？我二哥是练武的，苏不公听过没？那锁链打从一开始就没锁死。说，那真正的复印，你交给谁了？后宫已经清过一遍了，若还有人，那只能是藏在暗处，从不露面的。皇帝，哀家老了，但还没糊涂。复印失窃，乃皇后失察，若不交出凤印，难平民愤。母后，既然您说复印遗失是皇后的错，那若是真在这里找到了真正的复印呢？哀家这宫里除了经书，什么也没有。皇帝若搜不出来，便是无逆。奶奶，您这椅子下面的炭香味道，怎么有一股火油味？莫非里面藏了什么怕见光的东西？按大周礼，慈宁宫每逢初一要换新帐，可这账册显示，过去3个月，慈宁宫用的棉絮多了1倍。太后，这多出来的棉絮是用来包复印，还是用来遮掩这里面多出来的一个人？母后，您每天的饮食比往常多了1份，您以为那是孝敬，其实是催命符。您在帮南靖王养私兵，还是在等真驾崩？爸妈，这回事真的干净了吧？不，还没完。南境幼子自尽前，在手心写了一个李字，不是我们这个李，而是南境真正的掌权者，姓李。朕翻遍了宗室名册，皇室子弟皆姓李，但这血书指向的，似乎是那个被禁言的。3代以前，曾有一位厉王厉成，他在南境封的离奇身亡，史书说他绝后。但根据这几年的功夫记录，南境始终有一笔养老银发往一个无名山庄。所以，南靖王不是想反，他觉得自己才是正统。他手中的巡防营复印，可能根本不是偷的，而是有人觉得他才是真主。令官大人，为何30年前的皇家起居注少了1页？年久失修，重铸罢了。长
公主何必纠结死人？老大人，这书架的轴木磨损极小，说明那一页不是30年前丢的，而是这几天刚被撕掉的。这种刀法是当年李王卫队的招式，你们的主子藏在城外云栖山庄吧。景洪，30年不见，你依然这么急躁。这江山，你做得累吗？当年父皇昏勇，将我鞭折南境，又伪造我自尽的假象。厉景洪，你这地位，名不正，言不顺。皇兄若真活着，朕自然礼让。但朕记得，皇兄左手虎口有一枚朱砂枝，妈，你看他在老爸提朱砂枝时，眼神下意识看向了自己的左手，甚至还缩了一下袖子。他在心虚。不仅如此，他身上有一股淡淡的檀木香，这是长期潜伏在宫中或者极亲近太后的习惯。他在拖延时间。二哥，去后山。他们要放烟，不准动武，用湿毛巾捂住口鼻，推开他们的火坛。我们要的不是杀人，是断头。昭太傅教你的法子不错，印章是真的，但你忘了，大周先皇写遗诏从不用宣旨，只用御用之禁，这份旨是南境才有的藤旨。阁下还要继续演吗？他是假的，但南境王是真的。他已经到了京城十里亭，且带着南境3州的免死金牌。李景洪那一家子，仅限王爷一人以及2位随从。攻城计，本王便闯一闯。王爷要的是这块石头，还是这片江山？要的是公道。拿来！王爷，你带来的这2位死士步履轻浮，你以为他们是你的心腹？其实他们是赵太傅留在大周最后的棋子，他们要的是你和父皇同归于尽。王爷，赵太傅想让你背负杀君之名，然后他好拥立你的幼子，将其作为傀儡。这出借刀杀人你没看懂？大周不需要内战，王爷，回南境去吧。但这京城的内应，得由你来指认。内应不在朝廷，而在这陵墓里。有一个人一直没死，他就是那个告诉我们要怎么除掉你们一家的幕后之人。这字迹虽与我相似，但运笔习惯截然不同。这是一种极罕见的左手书，在大周只有南境苏家的嫡系，为了防止密信被毁，才会自幼练习左手写反字。父皇，苏家30年前因通敌被诛，母后是唯一的幸存者，但族谱上母后的名字旁边曾有一个被挖去的墨迹。南境王说内应就在陵墓里，难道苏家当年还有人活着，且一直潜伏在皇陵深处？令冠大人，为何当年的抄家清单里，唯独少了苏家幼女的生辰8字？在大周，这可是入库必登记的。
会长公主，当年火势太大，怕是烧毁了。纸张边缘平整，火烧必有卷曲。这页纸不是烧毁的，是被人用极细的快刀裁去的。大人，您的手在抖什么？虎口有虫，这是长期握笔的手，不是握刀的手。你是哪里的文书？想在我身边安插眼线，那我就请君入瓮。远道而来辛苦了，荷儿，去将玉丝的沉香屑撒在殿内，本宫要为太后祈福。爸妈，大姐，那个人很聪明，他避开了所有的门槛。但他忘了，只要他想模仿母后的步态，他的重心就必然会偏向左侧。找到了，那个不服与母后完全一致的人。就在那群洒扫宫女里。你可知苏家的女儿喝茶从不加浮沫？娘娘说笑了，奴婢出身寒门，不懂这些。你到底是谁的影子？皇上，事关皇家血脉，请皇后娘娘自证清白，重验苏家秘传的滴血变亲之法。皇后娘娘，请吧。若您真是苏家女，这水自当清澈。老王爷，这水盆的底部为何刻着南境的宫江号？难道辨别我母后的清白，要靠南境逆贼留下的东西？老王爷，30年前苏家灭门，最后一份卷宗是您签的字。您说苏家无后，如今又拿着水盆说苏家有亲。证据在此，验了便知。王爷既然如此笃定这水有效，不如您先试试。毕竟听闻您的正妃也出自南境苏家。这水有问题，有人动了手脚。老王爷，水有没有问题朕不知道，但朕知道，你刚才那句有人动手脚，已经承认了这所谓的神迹不过是你用来构陷皇后的儿戏。禀父皇，这工匠已招供，老王爷命他在水盆夹层里涂了黑帆，只要血滴入，玉帆必黑。爸妈，老王爷死前一直盯着大姐看，他不是在恨大姐，他是在看大姐腰间的那块玉佩。这是原主的母亲留下的，我查过了，这玉佩的纹路拼起来是一幅皇宫地下的防务图。朕每日宿于此，却不知脚下藏着生机。这地宫一山势而建，若这里是生门，那慈宁宫的枯井便是死穴。爹，这下面的人既然能波动转轴，说明他还没疯。
夺了我的位，又将我囚于暗室。哥，看他的服饰，那是30年前的亲王规制。老爸的原主竟然囚禁了自己的亲兄弟。父皇派我们来，是想听听你最后的话。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？你这步伐，这眼神，绝非那懦弱的太子。你到底是谁家的孩子？李景洪那厮，竟舍得找个替身来试探我。皇上，大事不好了！叛军杀进午门了！放肆！这庄严大殿前，岂是尔等可以阻拦的？皇帝避而不见，皇后又在此阻拦，莫非这寝殿里珍藏了什么见不得光的前朝余孽？太后息怒，臣妾也是按规矩办事，还请太后见谅。母后忧心国运，臣妾明白，但皇上正在休息，先皇留下的禅定法最忌惊扰，若强行闯入坏了龙体，谁能担责？按我教你的频率敲击桶盆。父皇，只要外面觉得这是修法，太后便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。皇兄，你想活命，就闭嘴。皇奶奶，您说的妖气，可是儿臣这只调皮的墨狐，它惊扰了父皇静修，儿臣正要带去惩戒。这不是镇妖的，这是血饮。这种指域上常年不见光的符器会变色。爸妈，那个人在地底待太久了，他身上的气味已经藏不住了。成，30年前你败了，如今你若想揭发真大不了与你同归于尽。但你那在南境流落的私生子，怕是活不过今晚。你怎么知道？赵恒明明说他已经保护好了。皇叔，赵恒已死，他所谓的保护，不过是想把你当成最后的一枚棋子。你以为南靖王是真的想扶持你？他要的是李家的江山彻底崩溃，好让外族入侵。又是南境最新的动向，你那孩子现在被南靖王当作人质，锁在水牢里，能救他的只有现任的大周皇帝。你们想让我怎么做？朕要你继续死战，但要在适当的时候，给那些不安分的亲王送去一份先皇遗诏，一份只认南靖王才是乱臣贼子的遗诏。江山易主容易，守住这颗心难。我们虽然不是真的，但既然成了这份因果，就得做真的事。父王，我刚才在地宫最里面的墙壁上看到了一行字，不是我们留下的，更像是原主李牧和临死前刻下的。原主指的到底是哪个兄长？难道二哥的原主也曾想杀他？二哥，原主李牧和临死前写下这张血书，绝非空穴来风。我接手时，这具身体正在练兵场受掌刑。字迹虽已至，但血书的顿笔极其急促。爸妈，我觉得原主指的变，可能不是背叛，而是被替换。
将军，南边那边货到了，还是按老规矩，送去西山的司库。照旧。今晚带路，我要亲验。小弟，你看，3年前原主二哥坠马后，陈峰才开始频繁给南境送信。兄长，你便不是说二哥要反，而是原主发现他身边的副将陈峰才是南境王盯进京城的毒刺。将军，这些年你借着校月之名偷运军械，今日终于攒够了。父皇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皇上，老臣实在是看不下去了。定国将军李慕谦勾结南境，军械就在西山，请皇上明察。定国将军何在？父皇，臣副将说二哥谋反，政务是军械，可儿臣在西山看到的，却是一场移花接木的大戏。高大人，不对，陈副将，你以为二哥这3年是在帮你偷运？其实二哥每次运出的都是只有外壳的废铁，真正的军械早就调往了北境军需库。不可能！我明明亲眼看着他签字画押。你看到的那个签字的人，确实易容成了二哥，但你忘了，我二哥写字从不用左手按指。这香气欢作寻针，阁下脸上的皮子怕是要化了。你以为你们赢了？南境王已经在来的路上了，他手里握着那份能让全天下人都唾弃皇室的改朝换代书。皇兄，今日万方见证，你地位是陈父皇病重强夺而来的。这份先皇密旨写得清清楚楚，传位之人该是本王。朕等你这份密旨，等了30年。老三，你给王叔讲讲，这旨意哪里不对？王叔，这密旨上的笔迹确实是先皇的，但先皇晚年患有消渴症，而这份旨意字力透背，明显是有人临摹了先皇全盛时期的字迹。荒口小儿，亦可伪造，但这丝印，天底下只有一块。丝印虽真，但印泥不对。先皇御用的龙仙印泥，30年前因南境洞乱断了功。这一份印泥里加了南境特有的红土。王叔，您是在南境补录的这份旨意吧？王叔，你埋伏在使臣中的那些死士，已经随陈峰去了。今日这席，你是一个人吃，还是带着废纸一起走？王叔，父皇留你一命，不是因为仁慈，是因为这大周的江山需要一个在南境替我们守着家门的人。臣有罪。父皇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咱们总算是在这个时代站稳了脚跟，但回家的路恐怕是真的断了。陈峰临死前说，那个兄长乙便指的不是二哥，他说的是，在这皇宫最深处，另一个姓李的皇兄。父亲，我起初以为这是轮胎，但仔细看，圆环上有8个节点。这是密宗里消失了50年的80轮回图。30年前，先皇曾以此为由，清洗了一批自称能预知未来的方式。如果那个疯老头真是那场动乱的幸存者，他手里一定有原主父皇最怕的东西。他画这个图，是在等人去对暗号。
老头子，你得亲自去，但不能以皇帝的身份。30年了，朕给你的长生诀，你可破了。你不是他，他的呼吸声没这么沉。你是谁家的？敢来套老夫的话？老人家，您画这个圈是为了遮掩地下的通风口吧？这下面藏着的不是金子，而是历代皇帝的起居住残卷。老头子，这老怪物虽然不是穿越者，但他懂得一种古代的观气术，他察觉到了我们和原主气场的不合。既然他想看气场，那咱们就给他演一出真龙降世。老二，去把那套30年前封存的铠甲取出来。皇上，这疯者自称见过先皇显灵，说大周将有偷天换日之灾，请皇上准其当众变龙。这会让你脸色苍白，看起来更像原主晚年的病态。老三，看你的暗号。祥瑞见龙，下跪，大周万岁！你们赢了，可真正的李景洪临死前在龙椅下留下了一个盒子。爸，这锁脚子无血锁，锁心内有复杂的毛细管路，如果血液的粘稠度或气味与原主家族不符，里面的强酸就会瞬间毁掉里面的东西。妈，咱们的血肯定跟原主不合，这怎么开？原主李景洪有严重的消渴症，他的血甜度极高且凝固极慢。我们要做的是利用药石，瞬间改变你这滴血的性状。原主李景洪，他早就预见到了我们的到来，所以这不是穿越，这是回归。原主李景洪为了保住大周，用某种极端的古法接引了30年后的我们。不，爸，你看这画的笔记，这是原主李景洪临死前线画的。他不是遇见了我们，他是在制造我们。太子殿下，宗人府有一面先祖留下的审判之镜，凡是邪祟伪装，镜前必现本来面目。殿下若心中无愧，请吧。老狐狸想玩物理攻击，那镜子肯定被动了手脚。
按宗室律第7章，启动建兴镜，需由皇帝、皇后及3位封号亲王共同见证。老王爷，您这私审太子是想欺君，还是想谋反？老臣这是为了江山社稷。江山社稷讲的是法度，既然要验，便3日后移师天坛，当着文武百官的面验。这不是镜子，这是叠层透镜，通过不同的角度磨制，能在特定光线下投射出扭曲的人脸。老二查镜子后方采光口，老三准备火流粉。巴里的人既然活了，这镜子便留不得他们。这种纸张是用桑皮纸和淀粉糊粘合的。荷儿，用烛火隔着水汽熏烤，让粘合处松动。画里的人不是预言，而是那5名祭品的肖像。爸妈、大姐、二哥，咱们不是被接引来的，咱们是那5条驱死鬼的灰魂。看这一句，祭品已匿，生魂错位，说明当年的祭祀失败了，那5个祭品逃走了，而那个人现在就在宗人府里。看来这大周朝想让我们当妖孽的人，远不止老王爷一个。妈，大姐，那饺子里传出来的药味是返魂香，这果实才是30年前那个布局的人。皇室血脉自有天劫，若入境而隐变者，乃夺舍妖孽，或分之。国师，您这件心镜似乎怕热，二哥，射他！国师利用折光入镜，在镜后安置涂有颜料的皮影，以此幻化妖像。这种江湖把戏也能上天坛。此乃清心散，专解你的曼陀罗残毒。众臣睁眼看清楚，谁才是贵乱江山的妖邪！老王爷，国师，30年前你们利用父皇求长生的心理，害死朕的叔伯，今日又想故技重施，拿下！你们赢得了今天，赢不了那份30年的契约。只要那个人还没死，你们全家迟早都要变回那画上的死物。爸，这4个符号在古砖里分别对应壬、子、庚、申，按大周的9章算术叠加，他们的笔画节点恰好形成了这4个形状。不仅如此，这4个符号代表的是30年前7星连珠的时刻，而所谓的1996，在大周历法中被称为归墟之年。所以，
不是有人在等我们，而是原主李景洪算准了这组数组，才选择了在那一刻自尽，从而引发了我们的替换。守阁人，为何这一卷星记的墨色与其他不同？虽是旧简，但墨中含有的松烟味太重，这是近3年的新墨。长公主圣明，这是赵太傅当年命人重修的。重修是为了掩盖真相。大姐，你看这层旧墨下的划痕，原本记录的根本不是星象，而是这皇宫地下水的流向图。这呼吸法是内家高手，说这井底通往哪座大殿？这不是毒，这是缩骨散。这些人通过长期服用此药，强行改变了骨骼构造。荷儿，这些人的身形在服用此药前，应该与你二哥一模一样。所以，赵太傅一直在培养二哥的替身。那血书上写的“兄长已变”，是指这世上原本有无数个家。二哥，老三，闭眼。这里利用了铜镜的偏角制造视觉错觉，用心听脚步声。二哥，向左3步，泼墨。你学的在下，你的指甲缝里也有海腥味。你是南境水师的人，真正的二哥，这几天一直跟我在一起，身上只有笑石的味道。最后审批人竟是先皇。皇帝，既然你找到了景殿，那哀家也不瞒你了。这大周的皇位从来就不是给一个人做的。先祖在上，今日请出断魂刃。若皇帝是真龙，刃字不伤。母后既然要验，朕便成全。但若朕无事，这宗庙之权，我是否该放手了？太后，这刃是用磁石制成的。您在父皇的龙袍领口绣了相反磁性的金丝，但您忘了，我在昨晚的祭服里加了一层厚厚的玄铁内衬。还有这位，你一直戴着面具，但你刚才为了救太后，下意识使出的步伐，是南境王府的摘星手。太后，南境王，你们利用归墟之年的传闻，通过药物和替身制造乱象，无非是想把朕变成你们的傀儡。那个1996的符号，我终于全解开了。它不是年份，也不是形象，它在古语里连起来读是归去来兮。原主李景洪在死前是想告诉我们，这大周不是战场，而是他留给我们这一家子避难的最后一方净土。这不是劳神子神物，你们看这4个圆环的间距以及车身的比例，这对应的是京城内城、外城、皇城与紫禁城的4重城防比例。这车模其实是整座京城的钥匙。爸，这底座内嵌了12个齿轮，对应地支方位。如果这模型是真的，那说明30年前，原主李景洪就在地下挖空了京城的龙脉，修建了一个巨大的能左右皇城生死的机关城。所以，那个李景洪在终点等你，指的不是死后的世界，而是这机关城的尽头。
监正大人，为何这几处暗渠在30年前被封死，却在每年的谷雨时节依然有冥冥之声？那是龙脉翻身，臣等不敢妄议。龙脉翻身，我看是有人在地下修了巨大的水力转轮。这模型里的12个齿轮，就是控制水闸的扳手，对吗？老三，这里的石壁至少有3尺厚，若没有模型里的钥匙，除非炸平宗庙，否则谁也进不去。簪子上有海棠冻粉的味道，这是30年前宫廷秘制的头油。去查查那个失踪了30年的废后苏氏，他不是在冷宫病死了吗？爸妈，宗人府的记录上说，废后苏氏当年是因为夺嫡失败被处以针灸，但那晚负责行刑的太监，后来无缘无故死在了坟池里。别躲了，这宫里点着还魂香，能让入殿者心神恍惚，但对我这个主治医师来说，这味道太冲了。骨骼比例失衡，左肩高3指，是铜镜折射的重物。苏婉清，你占了我的位子，享了我的福，却不知道这金丝笼里的每一口饭都是用我们的血换来的。李景洪那个疯子根本不爱你，只是想要一个完美的影子。30年前，你们为了长生杀害至亲，如今却在这儿谈爱。既然你没死，那就带我们去见那个。李家人终于到齐了，30年的契约，今日便要由这金车钥匙来终结。皇帝，你要保住这江山，必须亲手按下这机关，彻底毁掉过去。你是想让朕亲手杀掉这些活口，好让你背后那个人永远藏在阴影里吗？爸，不能按！这齿轮连接着京城的运河水闸，一旦按下，不是毁掉证据，而是会引发大水冲毁内城。这是个原主留下的最后一道杀招，如果新主不仁，便全城陪葬。
老三，快找备用炮！小弟，左旋3克，右拉5分，那是谢洪道的唯一生门。狐狸，他们没事了。朕就是这大周唯一的真正的天子。父亲，那句话我全都看明白了，我在结局等你。你能理解，为父就放心了。那个结局其实是原主李景洪留给我们的这份万世太平的蓝图。我们虽然偷了这一份人生，但既然救了这全城百姓，那这李家人的名号咱们就彻底坐实了。其实30年前你们就已经来过了，而这是你们的第2次循环。老臣在先皇密库中发现了这些。30年前，先皇便录下了妖魂入主的预言。如今皇室5人的面容，竟与这预言中的拓影分毫不差。请皇上退位祭天，以安社稷。这是利用感光矿石做的原始显影。那老头想利用这个做事，我们是妖孽。老宗正，您说这是天意显影，可本宫在这些影子上闻到了一股极其厚重的紫矿岩味。众所周知，紫矿岩遇强光则变色，在大周，这是用来临摹画稿的劣质手段。一派胡言！此乃神思。是不是神思，一试便知。父皇，请移步阳光下。若这影是真的，那他遇到这透镜聚起的火气，应当愈发清晰。若是伪造的，则会瞬间焦黑。大周律，伪造剩余，以妖术或重者斩。老宗正，您这出天意演得太仓促。李景洪，影子是假的，但那个人正在等待，他在归墟之境等着你。他才是大周真正的主。
这不是普通人的步幅，这每一步的间距都在2尺3寸。整齐划一，这是死士营才有的习惯。老三，这些人的供养规模，京城没几个豪强能供得起。祖上吐了蜜，不是为了毒，是为了在林中通过蜂群引路。他用了巧心思，但也留下了线索。爸，这支军团已经潜伏在咱们眼皮子底下30年了。侍郎大人，为何30年前这批荼蜜饯被祭作废品销毁，却在每年谷雨时节都有一笔巨额的运输费发往乾隆谷？那是为了驱赶谷中虫害。驱虫需要特制的破甲剑，看来这侍郎的位置你也坐到头了。老三，烟雾在半山腰消失了，那里有隐藏的通风口，那是他们的藏身洞穴。当年的尚书没死，是我这具身体的原主。亲手用假死药将他调包出来的。老头子，我们要面对的敌人，可能有一半都是被我们的前人亲手救下的。李景洪，你这窃国之贼！今日星光照耀之处，便是你的葬身之地。这不就是聚光聚热吗？跟我玩物理。姐，角度错了，你带人去动那几根柱子的底托。老二，你去抓那个长颈人。降火呀！天意昭昭，妖孽害朕不成，反遭自焚，此乃大周之幸。前任尚书意图失君，现已正法。尔等乾隆旧部若肯归降，真属你们无罪。他不是被火烧死的，他是死在了自己的机关里。这就是所谓的自作孽。所有的余孽都清干净了，这大周彻底是咱们的天下了。最后的问题，如果咱们是第2轮，那第1轮的那个李慕河最后去哪儿了？
这不是机器，这是洛克的变种。爸，原主李景洪在这里建了一个巨大的计时机器，他在记录我们到来的时间。不仅如此，这些凹槽连接着地宫的自毁装置。水流的走向不对，似乎是通往暗门。所以，他不是在等我们，他是在困住我们。老三，这些影卫是跟着滴答声的节奏出招的，只要扰乱水流，他们就是睁眼瞎。水流形成了星图。父皇，无论真相为何，我等庇护大周不坠。先皇遗诏在此，皇帝若3日内不能开启万世太平图，便是窃国贼子。身为自有公论，但这江山大计绝非区区一张纸便能撼动。朕既然能坐在龙椅上，便不需要向死人证明。但既然诸位想要看神迹，朕便成全你们。老亲王，这汤里加了凝血草和化骨粉，若我皇室血脉有损，饮下此汤必会经脉寸断。您这是想让皇帝当场暴毙，还是想逼朕认罪？您应当知道，这不仅是毒，更是您亲手种下的因果。娘娘言重了，这可是祖宗留下的规矩。你胡说，这不可能！你怎么会知道？老亲王不蠢，他真正想要的是皇帝的指尖血。他们在那万世太平图卷轴上涂了药。何儿，去查查30年前谁负责打理皇室的饮食起居。我们要找那个记录官。妈，找到了。那个记录官姓周，他一直潜伏在太后宫中。他知道原主李景洪有一个绝症——心痹，也就是咱们现代说的先天性心脏病。今日这偏殿之内，皆是宗室血脉。老亲王，您觉得这碗汤该由谁来喝？这捆宁宫的墙已经看了太多年，是时候让它换个颜色了。此时此刻，宫中的风向已经变了。去吧，告诉太后，我已经等她很久了。遵命。穆禾这就前往。
你帮老亲王伪造皇帝的病历，诱导百官认为皇帝命不久，这份罪你打算怎么死？你们赢不了的。太平图开启之日，便是真龙陨落之时。公公应当明白，太后的这道门，今日必须开。公公是想陪太后一起吗？完了，全完了！太后娘娘，老奴护不住您了。护不住的，从来都不是你。让路吧。因果循环，终究是躲不过的，躲不过的。请皇上开启太平图，若图不斩，请皇上逊位。二哥，3点钟方位，利用抛物线。爹，你只管往前走，手不要抖。是死锁，但我二哥刚才那一剑，直接震碎了锁心内的谎骗。哼，这叫暴力破解，懂吗？老亲王，您刚才说神迹，那不如解释一下，为何您的私兵此刻正围在太后的慈宁宫外？想兵变吗？来人，将老亲王集统挡压下！朕的大周容不下乱臣贼子！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妈，看体温，这画的不是大周。这画的是原主李景洪，他早就画好了我们的结局。这个循环不是他制造的，是他一直在记录的。我们只是他笔下的影。皇陵地宫的水钟停了，整座皇陵正在塌陷。水钟不是计时，那是封印。地宫底下还有一个活着的人。这不是枯萎，是被某种药水浸泡过。这种脉络走向，是只有原主太子在幼年时才玩过的。他进城了。他不仅进城了，还绕开了我所有的暗哨。禁军里有人在接应他。那是他30年前留下的旧部，他回来不是为了叙旧。既然他是真的，那咱们在他眼里就是夺了他江山的影。
去告诉李景洪，丢了30年的东西，该还了。你是何人？真的是你，殿下。那大殿上的李慕河又是谁？是父皇找来的。有，只要引子到齐了，我这身残躯便能换回大周的万世昌隆。李慕河，你知道这具身体在那个世界其实已经死了吗？李景洪，你可以换了我的脸，换了我的魂，但你换不掉这一身皇室血咒。请诸位亲王看他的左肩。3年前，我追马受创，母后亲手用金针渡血之法为我去了那块血瘀。本宫亲自施针，太医院皆有记录。这位壮士，你冒充太子，却不知太子早已重获新生，这出以旧换新的戏，太拙劣了。这位先生，你说你是原主，那你可认得这画中之人？如果你认得，那你便是这画中预言的死寂之灵；如果你不认得，你便是谋逆的贼。你赢不了，我们5个比你更懂这个世界运作的理。你们懂理，但你们不懂李景洪。你以为你爹是真的爱你？他只是在利用你们5个的生魂契约，去赌那个地底下的天炼。真的是冤魂索命！皇上，快请罪吧！
父皇，这不是阴病，这是他们用潜水皮囊在水下呼吸，再借着烟雾变出的皮影戏。二哥，射水底，准备，放，好。这是显影粉，凡是身上沾了地宫符气的人，皆会现形。诸位看，这位真太子身上可全是地府的印记。这不是厉鬼！朕的大周不需要这种活在阴影里的真主。朕的太子能解民生之苦，能平四海之乱。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爸，这不是古代的东西，这里的缝合线是妈妈实验室里那种高分子菌。这不是现代的缝合线，这是树地绝迹100年的金蚕冰丝。这种丝能入药化脉，维持活肉不腐。老头子，这颗心脏是原主太子李牧和幼年被挖出来的。原主皇帝李景洪是在用亲生儿子的心为自己续命。原主太子毁容归来，不是为了皇位，是为了拿回他的心。不仅如此，如果他拿回了心，那我们这5个生魂就会因为肉身无法承受原主的血脉反噬而飞灰隐灭。30年了，你们终于找来了。皇上当年的反心局，老臣是唯一的见证人。那个归墟祭坛到底在哪儿？那个人现在藏在哪儿？诸位大人，你们为了原主太子的复辟，暗中支取了300万两库银。现在，本宫以通敌罪封了你们所有的钱庄。没了银子，你们那些死士还会听命于一个违心的贵妇。李慕河，
你的心跳太快了，不如把它还给我吧。老三，站在我背后。对方利用了这大殿的瘟疫效应，跟我玩物理干扰。我当年可是背过梦溪笔谈的。你们以为抓住我？看看你们的父皇吧！这不是病，这是血脉同样。原主太子在那枚心脏上施了术，他在远程消耗老头子的生机。爸妈，看这画上的笔触，这里有一处留白，对应的是皇陵的天数位。这一定是关键，只要毁了那里，术法自破。各位，你们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，王朝腐朽至此，若再沉默，我等将与江山共亡。太子无德，引得妖风入宫，请皇上大义灭亲，处决太子，以谢天下。李定宏，你找来这5个影子，想续你的大周命脉。今日我就要让这5条生魂记我这30年的地狱之苦。朕承的是天命，救的是万民。你若爱这大周，便该明白，江山交到你这种疯子手里，才是真正的末路。二哥，3点钟方向，斯维纳根定印住。大姐，去截断他们的水脉。30年前你留下的图纸，漏洞就在这儿，程序。30年前你留下的图纸，漏洞就在这儿，程序。在这礼法次序上，
先祭天，再祭地。喝了它，你能保住这条命。你是想作为一个凡人活着，还是作为这废墟里的鬼死去？为什么你们这种影子能比真的还要像真的？那张全家福背后的最后一行字，我刚才在祭坛底下看清了。写了什么？他说：“当你读到这一行，说明你已经赢了。现在，请回头看一看你的影子。”这不是妖术。咱们在皇陵地宫待得太久，那里涂满了尸影矿粉，这种粉末遇强光则吞噬暗影，造成无影的假象。老头子，若让朝臣看到，咱们就成了真正的孤魂野鬼，不能等他自行消散。既然无影，那我们就让全京城的人这一段日子里都看不清影子。老三，去准备大量的麒麟烟。皇上死气虽好，但云雾遮眼，恐有妖孽潜伏，请皇上移步殿外，当着日光祭拜先祖。尚书大人是想看真，还是想看这大周的气数？既然想看，昭儿，把东西带上来。是，父亲。再向左半寸，稳住，全部固定，不许走样。尚书大人，此乃官气屏，在屏风内人影合一，方显赤诚。请各位大人入屏。看来尚书大人也修行不够，气数不足啊。爸妈，这种粉末不是地宫自带的，是有人提前撒在咱们回京的必经之路上。那个人知道我们会从哪条路回来。老三，这里的敲击声有节奏，
每三长两短，对应的是咱们现代。不对，对应的是皇室秘传的密语。可有人在井里，像是，但气息极弱，先别惊动。这是在向我们求救，还是在引我们深入？30年一轮回，你们以为你们是主宰？不，你们只是这具躯壳长出来的新苗。真正的李景洪，他把自己练成了这大周的龙门。哎，老人家，您这龟甲上的裂纹是人为用火灼烧出来的，定向预言吧。您想利用这所谓的轮回论理，让我们自我怀疑，好让躲在暗处的人做收预力。老头，说实话，谁让你在这里散播肉身众生的鬼话？不对，这印记不是计时，是同步。咱们在大周做成一件功德，这印记就进一格。当它满格的时候，咱们就真的再也分不清谁是谁了。诸位，请随老朽登楼。陛下，您看这新鬼已入既定之位。30年前，先皇算准了今日，只要开启这归序转轮，逆天改命，我大周江山便能永续万年。代价只不过是让你们这5位外来客彻底臣服，献祭记忆罢了。他在用特定的声音频率洗刷我们的脑电波，再抹除我们的记忆。老二，别让他继续转下去，去卡住主轴。爹，去改他的水路。这是天意，凡人如何能挡？本宫只认律法和逻辑。这机器的平衡点在西南角，毁了它，你这只神迹就是一堆废铁。你的熏香里加了幻心草，想让我们在幻觉中自杀。试试我的清明散。这一年，朕救了饥荒，平了战乱，大周的百姓认的是朕，朕在，大周便在。这所谓的凶狠，今日便由朕亲手斩断。爸，咱们终于彻底着陆了，大周是真的属于咱们了。不，还没结束。你看那废墟底下，这是30年前画的，这上面画的
是我们那个世界的城市？难道那个世界也是大周的一场梦？这不是神迹，这张图是用极细蚕丝织就，再通过投影法把远处的地形缩放而成的。那个所谓现代城市，其实是京城翻转过来的样子。爹，有人在利用咱们的恐惧，诱导咱们自裁以逃离，他们要我们自己毁了自己。荷儿，你刚才说你梦见了车祸现场，那你看看这玉环，上面的血迹是30年前就形成的。那个梦是这屋子里的返魂想引发的幻觉。对方想让我们相信这只是一场梦，只要我们在大周死了，就能在现代醒来。李统领，这躯壳不过是枷锁，舍弃这躯壳，终点就在彼岸。想误导我们全家步入绝境，你这表演太拙劣了。呼吸频率早就出卖了你。唐生，朕在为这一年修了水利，平了边患。朕要的不是个人的，是这大周万民的长青。传旨，封锁皇陵，所有关于轮回的异端邪说，一律按谋反论处。今日立碑于此，公以为鉴，朕以为师。凡是参与过规矩祭祀、暗害至亲的官员，自己站出来，朕给你们一个体面的死法。天启13年冬，户部侍郎张潜以修缮太庙为名，将10万两白银转入东海归绪岛。出来吧，你的心跳声就像雷鸣一样大。皇后果然不凡，但你们终究是外来之魂。
开启这幻灵阵，这大周的气运依旧会回到原主李家的血脉里。幻灵，老人家，二哥，把你挖出来的那些磁石母快扔掉。这是唯一的出路。妈，只要捏碎它，咱们可能就能在重症间护士醒来。咱们能回到那个有空调、有手机、有火锅的世界。可咱们走了，这一城的百姓怎么办？那些信赖你的学子，那些刚过上好日子的灾民，都会因为权力的崩塌而陷入战火。在现代，我只是一个处理卷宗的机器。在这里，我是大周的法度，我不走。父皇，而臣愿为先锋，永镇北境。木盒，你的选择呢？爹，咱们已经在这儿活了一次了。既然回不去了，那咱们就把这里变成咱们的新家。陛下盛世已至，万民归心，天下归一，四海升平，万世永昌。大周子民自今日起，共享太平盛世，永无战乱。父皇万岁！万岁万万岁！爸，虽然没电，但我用这1年的功夫，画好了大周第1章，全境于图。我的大周律法修正案也正是搬不了。将士归心，我必守着太平长久。好，这才是我李家的作风。走，回家，回咱们的乾坤殿，让你娘给咱们露一手古法红烧肉。李家5口在深度昏迷1年后，器官衰竭，全人离世。我们不是归人，也不是过客，我们在这里创造新的天地。